他老婆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是去机场接了趟刚回国的白月光，就让相爱多年的老公下定决心离婚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？明明自己和白月光什么都没有，可他忘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他在聚会上放我鸽子，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丢尽脸，而他只是为了去机场接他的白月光。清晨回到家后，看到我没有像以往一样迎上去对他嘘寒问暖，他心中有一丝慌乱，难得的哄了我一次。我昨晚和闺蜜她们玩了一夜，你怎么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只是淡淡道，反正你以前也不爱回家。随后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。他还不知道我正准备瞒着他离婚。就在昨天，我将离婚协议递给他，却骗他说这是房产过户协议。翻到最后一页，让他签下名字。身为律师的苏清玉皱起了眉头，他正想拿过来仔细看看，白月光便打来了电话。他只犹豫了1秒，就接过笔，在我指示的地方签了字，然后就匆匆离去。我眼里闪过一丝自嘲，他只要多看一眼就会知道自己签的根本不是什么房产协议，而是离婚协议。我忽然很想知道日后他得知真相的模样。离婚协议签下后，还需要1个月的冷静期才能彻底生效，而我利用这最后1个月清空了我和他所有的回忆。一整晚我都在清理婚后财产。苏清玉一回来就注意到了消失的婚纱照，他看着正埋头写着什么的我，难得皱着眉头问了一句：婚纱照呢？我头也不抬地回答他：钉子松了，我怕砸到人就取下来了。苏清玉没有再多问，将提着的宵夜放在我的手边后回身进了书房，闻着香味我拆开了袋子，看清里面红辣辣的宵夜后，我只觉得鼻腔中酸涩难耐。结婚3年，我因为胃病一直吃的清淡，可我的妻子根本不知道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为了哄她高兴，就算再辣我也会吃光的，可现在的我绝不会再委屈自己。睡前她突然想起了白天那份房产合同，便问了问：房产合同再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。我沉默了半晌后起身去书房翻出了那一纸协议，正要交到她手上时，一道突兀的铃声响了起来。苏清玉先接起了电话：清玉姐你快来，徐雪柔又喝醉酒在外面呢。想起白浩辰那个疯婆子一样的前妻，苏清玉脸色一变，换上衣服就要赶过去。看着她急匆匆的身影，我没有挽留，一夜我都未曾合过眼。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，却发现前2天刚加上好友的白浩辰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视频里一轮红日从群山之间冉冉升起，满天金辉倾洒而下，四面不断传来惊呼声。镜头一转，苏清玉的身影一晃而过，视频配文：黑暗的昨日已经结束，一切都将迎来新生。我心口一阵一股隐痛慢慢滋生蔓延。看来有苏清玉这位律界的王牌律师的帮助，白浩辰已经成功结束上一段婚姻了。也对，他有喜欢白浩辰这么多年，自然会不留余力的倾囊相助。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苏清玉就会和我提出离婚了。我心底一片凄然，离婚这件事迟早都会发生，我只是把时间提前了而已。与其被动的等着被抛弃，主动选择离开，至少还能保持一丝体面。我把从前买的那些情侣款的东西都扔进纸箱里，抱到了楼下，正好遇上回来的苏清玉，她连忙迎了上来。怎么丢了这么多东西？我垂下眼眸，平时都用不上扔掉，免得占地方。苏清玉了然的点了点头，我眸色平静。其实只要她打开箱子看一眼就会知道，即将要丢掉的都是曾经我视若珍宝的东西。以她的智商，肯定能从这不寻常的举动中窥见我想要离开的事实。故事其实还有转折的机会，但苏清玉什么也没做。我把箱子扔进了垃圾桶里，然后转过了身，再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我的电脑突然死机，为了尽快整理好手头的资料，我找苏清玉借了笔记本，等待文件传输的间隙，一条新消息响起来。我下意识的点开，发现是律所的一条消息：清玉晚上律所聚餐，要不要带男朋友过来？看见这条消息后，我的手不自觉的轻颤了几下。结婚3年，苏清玉从没有对外公开过我们的关系，所以在外人眼中，她始终是单身的形象。这一次她会答应下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敢奢望。一旁的苏清玉在手机上看到后，瞬间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这是在观察我的表情。注意到她的视线后，我微微露出一抹浅笑。你要带我去聚会吗？言外之意是3年了要公开吗？苏清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她张了张嘴，没有发出声音。这一瞬的寂静仿佛利刃一样扎在我的心口，生出一阵阵钝痛。我强行压住这股心痛，露出一个不甚在意的表情，故作轻松道：我晚上有事，就算你想带我去，我估计也没有时间。苏清玉紧绷的心松懈了下来，面色恢复如常。那等下次有机会我再带你去吧。我并没有接话，只在心底默默回答他：苏清玉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晚上苏清玉独身赴约，一进门就被几个醉酒的同事拉住。3年了都不见你带男朋友来，清玉这可不够意思了。在几个同事你一言我一语的催促下，苏清玉打开了手机，2个人选，一是白浩辰，二是我。他犹豫了许久后，还是点进了前者的头像，发了条消息过去。不一会，白浩辰循着地址过来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一屋子的人眼睛都亮了，纷纷亢奋起来，夸他眼光好。酒过3巡，陈律师内急，把手上的一个文件袋交到了苏清玉手上，委托他下楼转交给一位男士。顺手人情，他自然不会拒绝，于是拿着文件袋下了楼。文件袋上赫然写着“傅斯年”3个字。苏清玉直接愣在了原地。这时，一道刺眼的车灯打了过来，他举起手上的文件质问我：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，傅斯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也很意外会被他撞破这件事，但我神色很平静的撒谎：是季浩然要离婚，我帮他约的。直觉告诉苏清玉，这一切并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。他拧着柳眉，正要翻开协议书一窥究竟，身后却伸出来一只手拉住他的手腕。清玉姐，你不是去见客户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看着白浩辰亲密的贴上来，苏清玉顿时乱了阵脚，他手足无措，根本不敢看我的表情，更不知道要如何解释。可相比起解释，他更不想推开主动接近他的白浩辰，我却比他想象中要淡定从容。往前走了2步，拿过了他手里的协议书，微微躬身，语气里带着疏离：谢谢苏律师，我和朋友忙着处理离婚的事情，就不打扰。
夜风透过车窗吹得发丝纷飞，一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放着白浩辰出现在苏清玉身边那一幕。许氏被伤害太多次，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心痛的感觉，只剩下疲惫。30天的冷静期居然这么漫长的吗？我心里自嘲着，一不留神没看见前面的车，直接撞了上去。在剧痛的刺激下，我还是保持着理智联系了急救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让我联系家人，我便打给了苏清玉，可一连10几个电话，他一个也没有接。想起他现在有同事朋友陪着，暗恋的人也在身边，哪会有时间接我的电话呢？一旁的护士见我一直联系不到人，多嘴问了一句：“先生，您的老婆真的不能来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语气倒很淡然。已经离婚了，还有10几天就彻底结束了。护士没想到是这种情况，脸上浮现出错愕的表情。那不还在婚姻存续期内吗？叫他过来签个字总可以吧？一想起这3年的婚姻生活，我心中颇多感慨。为了和他吃一顿饭，我曾无数次等到深夜，却只得到了他一句要加班不回来了。为了能和他有共同话题，我去了解法律条规，却被他一句外行人打击得心心全无。为了让他开心，我特意准备了生日惊喜，却只得到他一句累了没有精力。从头到尾，只有我在一厢情愿维持着这段关系，桩桩件件都是他没有爱过我的证明。一个丈夫出了车祸都联系不到的妻子，来不来有什么必要呢？护士听完叹了一口气，眼里满是同情道：“那叫朋友来吧。”接下来几天一直是季浩然在照顾我，而苏清玉4、5天后才收到消息赶到医院。一进门看见我脚剜处的伤口，脸上浮现出不解的神色。你出了车祸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本想解释，但一抬头看见他的表情，莫名就想起了那10几通电话，我露出一丝浅笑。你忙吗？这点小病我不想打扰你。听我这么说，苏清玉生出一丝愧疚，便打算好好解释前几天的事情。4年那天，我和浩辰只是恰好碰见的，你别多心。我破天荒地问了一句：“他的离婚流程走完了吗？”苏清玉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但还是如实回答了：“办完了，已经离了。”我脸上的笑意愈发浓烈，低声道：“那恭喜你了，希望我也可以这么顺利。”苏清玉没有听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正想问，电话又响起来了。看清来电人之后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去了走廊接听。等半小时后他再回来，发现病房的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了我的声音：“等离婚冷静期结束吧，现在还有15天就可以彻底解脱了。”那份财产分割协议书蓦地跳入他的脑海里，想起我刚刚那句没头没尾的话，苏清玉心猛地跳了几下，直接推开了门。什么离婚冷静期？谁要离婚？我根本没想到他还会回来，强行压住惊慌的表情，抬手指了指季浩然：“他要离婚。”季浩然扫了我一眼，很识趣的点头应了下来：“是我打算离婚，已经在走程序了。”苏清玉和我关系不算亲近，因而和我的朋友也没什么交集。虽说和季浩然打过2次照面，但还是不了解他家里的情况。闻言便蹙起了眉：“要离婚怎么不先来找我？”季浩然圆不上来，谎嘴里支支吾吾的。我见状连忙接过话头：“那段时间你一直在忙你那个弟弟离婚的案子，我怕你忙不过来，就没有打扰你。”一听我提起白浩辰，苏清玉就有些心慌意乱的，并没有再追问下去。那要是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来找我。虽然3言2语遮掩过去，但我心里却没有轻松的感觉。以苏清玉的职业习惯和敏锐度，不会发现不了这一连串事情背后的不寻常点。可只要涉及到白浩辰，他就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能力一样，通通都抛诸于脑后，置之不理。我看着苏清玉的手指飞快在手机上输入信息的样子，心里倒数着他还有多久离开。果然起身找了个借口准备离开。4年，律所有事，我得先去忙一阵儿。你哪天出院，我来接你。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话，但我已经不在意了。5天后出院。可到了那天，我从早等到晚也没有看见苏清玉。一打开朋友圈，看见白浩辰晒出来的海边夕阳照，我似是预感到了什么，给苏清玉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还未开口，手机里传来的海浪声已经将一切都出卖了个彻彻底底。可苏清玉毫无察觉，照旧找了个理由：4年，我现在在外市出差，有什么事吗？他果然忘了接我出院的事。无论多少次，永远都是白浩辰重要，而我永远都是他爱而不得的第2选择。好在我醒了，我并没有戳穿他，只像平时那样关怀了2句，随口嘱咐他照顾好自己后，便挂断了电话。还有10天就彻底解脱了，到时候天高地远。一个人出院没有人接，这种小事又算得上什么呢？何必再耿耿于怀？回家后，我本想加速搬家进程，但腿伤一时还未好全行动不太方便，我便叫了个搬家公司。大大小小的纸箱堆满了客厅，几个工作人员忙碌着打包，抬着东西进进出出的。苏清玉到家后看见这混乱场景，连忙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如实奉上。景苑那套房子装好了，离你工作的地方近，我们搬过去住吧，方便一点。想起上次签的那份房产协议，苏清玉点了点头。她走来，一边在脑海里回忆着那套房子的格局，一边同我说这些闲话。你不是喜欢养花吗？到时候把东边那个阳台空出来种花怎么样？沉默了几秒后，我轻轻开口：“不用了，已经戒了这个爱好。”苏清玉尴尬地转身去倒了一杯水，随口叮嘱了几声：“麻烦你们把物品标签都贴好，送过去后不要放错房间。”我静静地看了他一眼，眸光微动，将一些话咽回了腹中。不会错的，因为新家里只有你的东西。一切都整理好后，苏清玉扶着我先下了楼，一出电梯就和白浩辰、白雨柔2姐弟迎头撞上，一时都怔住了。苏清玉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景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她松开我的手，往前走了2步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白浩辰挑了挑眉：“姐姐说想来你新家玩玩，我也还没来过，就和叔叔阿姨要了地址，打算过来给你一个惊喜。”而白浩辰的眼神则一直锁定在我身上，强烈的第6感让他不由得好奇起我的身份来，便笑着试探了2句：“清玉姐，这位哥哥是……”苏清玉难得的沉默，他似乎还在斟酌要怎么介绍。我满脸平淡，毫无波澜，甚至很友好的朝白浩辰伸了一只手：“我叫傅思年，是苏律师的大学同学，我最近在离婚，所以过来找老同学帮帮忙。没成想他正在搬家，挺不凑巧的。”苏清玉先是愧疚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顺着我的话开始介绍几人认识。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合乎寻常，
常，但白浩辰心里还是有些疑惑，只是也不好再多问，便和姐姐帮忙一起搬家。白浩辰则走到了我身边，同我攀谈了起来。4年哥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啊？我没想到他这么自来熟，愣了几秒后轻轻一笑。我的妻子喜欢别的男人。听见我也有相同的遭遇，白浩辰顿时心生同情，忍不住安慰了起来。我也差不多，但没关系的，只要离婚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青玉姐一定会帮你渡过难关的。最难的一关签字，他的确已经帮忙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接上了他的话。听说你的案件也是他一手操办的，想来应该是很尽心尽力吧？白浩辰脸上浮现出腼腆的表情，语气都轻快了起来。是啊，青玉姐可是帮了大忙。看着他满脸甜蜜的追忆起这些往事，我怔了片刻，脱口问了一句不大合时宜的话：你喜欢苏清玉吗？听见这个问题，白浩辰浑身都僵住了。他纠结了很久，才吞吞吐吐地回答了我。我也不知道，一开始我只把她当姐姐的，从小她就经常带我出去玩，处处都照顾我，还会给我准备很多礼物。上学时有人欺负我，她会上前跟人理论，为了我打架，弄得满身都是伤。知道我离婚了，也是她主动找上门说要帮忙。后来我才听我姐姐说，青玉姐其实偷偷喜欢我很久了。她那么高等一个女神，居然也会玩暗恋，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喜欢上我的。听着他絮絮叨叨说起这些往事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从白浩辰嘴里，我认识了一个和我印象里截然不同的苏清玉。原来他不是生性冷淡，只是不喜欢我罢了。他也不是对什么都不主动，只是我不是能唤起他动力的那个人罢了。只可惜我陷得太深，明白得太晚，白白在他身上浪费了这么多年。沉浸于往事的白浩辰并没有注意到我那意味深长的表情。经过这一番交谈，他已经把我当成了能交心的朋友，鼓起勇气将心底纠结了很久的问题，向我这个只见过寥寥数面的人缓缓道出。4年哥，你觉得青玉姐怎么样？我听出了白浩辰话里的意思，我抬起头看了看那间即将搬空的房子，很是诚实的说了心底的看法。我和他认识10年了，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，所以他这个人如何我恐怕很难回答你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我第一次见他这么喜欢一个人。白浩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，心中安定了不少。眼看着日头西斜，马上要到晚间，他便拉着我说要带着我一起聚餐吃顿晚饭。正好下楼的苏清玉听见这话，又定在了原地，满脸都写着不情愿3个字。看着他这副表情，我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拒绝了他的邀请。我晚上还有点事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苏清玉根本不给两姐弟反应的机会，扶着我就上了车。你们先去，我送他回家后就来找你们。货车跟在小车后面驶出了小区，苏清玉的心跟着街头红绿灯频率跳动着，紧急头脑风暴，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率先开口打破了这怪异的气氛。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们婚前不是约定好了，要对除了双方父母以外的人隐婚，直到双方都觉得合适了再公开吗？你现在没有准备好，我能理解的。苏清玉那颗焦躁的心，在我这轻柔的语气里慢慢平复了下来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激。谢谢你能理解，其实慢慢的我已经能接受已婚这件事了。你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公开。我微不可闻的嗯了2声。结婚3年了都没有公开，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可是我已经不想再等了，人一生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耽误？一路上我一直沉默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苏清玉总觉得我最近的情绪很低落，但又问不出个缘由，只能把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。最后他得出的答案是，他这段时间一直忙着白浩辰的案子，忽视了我，所以我才提不起精神。一丝愧疚涌上心头，他难得主动提议了一次。马上就是结婚3周年纪念日了，我们出去旅行放松一下吧。离婚冷静期只剩下最后几天，我不想节外生枝，便拿受伤的理由拒绝了苏清玉。仔细一想，确实不太合适，他便换了几种庆祝方式让我挑，一样样说下来，我总能找到借口全部否决。我似乎并没有庆祝的想法，我这样冷淡和从前听见约会就兴奋的样子截然不同，瞬间让苏清玉心生疑惑。看着他满脸的不解，我也怕他瞧出什么，便提议了一下。那天正好是周末，你陪我回母校逛逛吧。苏清玉猜不透我的想法，怎么突然念旧了起来，但也不想扫我的心，便点头应了下来。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是9月7日，而9月6日正好是结婚纪念日，也是我暗恋他的第10年整。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故地重游，怎么不算有始有终呢？就当是我为10年青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吧。我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，语气都轻松了起来，似是在开玩笑一般。这次你不会放我鸽子了吧？他眸间难得露出几分笑意。我哪次放过你鸽子？4年不要污蔑我。我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他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苏清玉没有再回来过。我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老宅里，慢慢清理着最后的一点东西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很快就到了9月6日。我起了个大早，给自己做了个帅气发型，拿着摄像机下了楼，预备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天里留存下一些影像。苏清玉正好在楼下等着，许是知道马上就能解脱了。我的心情很是愉悦，同他说起了许多上学时的往事。2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很是尽兴。苏清玉也慢慢放松下来，主动提议等下要和我多拍一些照片。说说笑笑间，很快就到了苏大校门口。我先下了车，倚在窗边等着他。苏清玉刚解开安全带，手机就叮咚响了几声。他点开一看，是白浩辰发来的消息。青玉姐，你有空吗？我发烧了。看见发烧2个字后，苏清玉的动作顿住。我见他迟迟不下车，偏过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正好看见他犹豫的表情。不过片刻，他就做出了决定。4年，律所发生了点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愣了愣，眼里闪过一丝意外。晚1个小时过去可以吗？我心中了然，他在撒谎，怕又是为了白浩辰吧？他说得很笃定，事情很重要，恐怕不行。我没有戳穿他，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放他离开了。苏清玉重新系上安全带，为了表达歉意，他许下了一个新的承诺。你先打车回家吧，等我这几天忙完再陪你过来逛逛，晚点我们再约几位教授吃顿饭。我没有应下这句许诺。苏清玉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我仰着头看着他的车渐渐驶出视线后，我拿着相机一个人进了校门，只花了半个小时，我就把那些和青春暗恋有关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。拍完所有照片后，我便回了家。手机朋友圈里白浩辰发了一张在医院的照片，这一刻我终于确定他真的不是去加班，而是去照顾
生病的白浩辰了。想起那天傍晚苏清玉信誓旦旦的语气，我笑了笑。为了他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愿意挪出来吗？苏清玉，要是你知道这几个小时是我和你最后在一起的时光，你会后悔又放了我鸽子吗？我关掉朋友圈，找到陈律师的微信。陈律，今天就是离婚冷静期最后一天，我还需要去律所找你办什么手续吗？陈律师的消息很快就回了过来。不需要，傅先生，您这边离婚冷静期已经到了最后一天，那整个流程便走完了。恭喜您重获新生。好一个重获新生！从今天起我会有更加璀璨耀眼的人生。想到这，我豁然开朗，转身回了家。倒计时3小时，我将家里自己仅剩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，而后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着夕阳西下。倒计时2小时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把今天拍的照片剪辑成了一段视频。倒计时1小时，我把摄像机对准自己，按下了录制键，录下了一封写给苏清玉的道别信，然后翻出了离婚协议书，一起放到了卧室的床头柜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提着最后一份行李离开了这个家，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什么地方，但我离开的干脆没有留恋，没有回头。另一边，一直到白浩辰的病好了七七八八，苏清玉这才从他家离开。他给我打电话想履行上次的约定，可一连打了10多个，手机里一直传来已关机的提示音，发消息也没有任何回复。结婚3年，苏清玉还是第一次联系不到我。联想到上次车祸事件，他不免有些担心起来。回到新家后，所有物品都照着原有的格局归置原位，不再是乱糟糟的堆在一起。但苏清玉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，我的东西怎么一样也没看见。意识到这件事后，他的心猛地跳了几下，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宅。整间房子空空荡荡的，他里里外外都找了一圈，没有看见任何人影。直到最后进了卧室，他才在床头柜上看见了一台摄像机和一沓文件。想起我前几天拿着摄像机的高兴样子，苏清玉暂时松了口气，按下了开机键，想看看我拍了些什么。一幕幕看下来，苏清玉似乎又回到了6年前那段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。再回想起那段时光回，想起那时候在身后追他的我，他唇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抹微笑。几帧黑幕后，我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中间。苏清玉，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10年，也是我暗恋你的第10年。其实我也很难相信，毕竟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呢？10年里7年单相思，3年夫妻，我无时无刻都想走进你的心里，也为之付出了很多。可世事岂能皆如我所愿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哪怕再过一个3年、7年或是10年，你不喜欢我这件事，我怎么也无法改变。所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放下这份执念，也成全你对白浩辰的一片痴心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份录像时，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：苏清玉，我们离婚了。1个月前你我都签好字了，所以从今天起我们都自由了。祝你和白浩辰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愿我往后的人生肆意张扬。一字一句如同春日，惊雷般在苏清玉耳边炸响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什么叫我们已经离婚了？他什么时候签的字？而那份硕大的离婚协议书出现在他眼中，他飞快拿起，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，一眼就看到了我的签名，而几厘米之外也签着一个名字。他无比熟悉这份笔记，因为这是他亲笔签下的。苏清玉几乎可以确认这一切都是我蓄意为之的。我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，悄无声息地让他签下了离婚协议书，然后孤身离开了。苏清玉急急忙忙打开微信想给我发条消息，却发现我的微信头像变灰，显示着已注销的微信用户。离婚后为了和他彻底断联，居然能做到这个份上吗？在相识的第10年，苏清玉突然生出一种他第一次认识我的错觉。从京北离开后，我去了火车站，随手指了个地方买了一张动车票，开启了离婚后第一次旅行。我提着行李包裹来到了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——龙城。不同于京北的快节奏，生活小城里的一切都很慢。我开启了漫无目的的漫游之旅。我坐在嘈杂的街头喝着咖啡，身心都放松了下来。手机叮咚一声，新的微信里只有寥寥数人。我点开一看，是陈律师的2条消息。妹夫，你要离婚，怎么不先和我说清楚身份呢？哎呦，这是弄的苏清玉和我发了好大的脾气呢。他写了一封信要我转交给你，你先看看吧。苏清玉会生气，我是预料到了的，但他还会写信，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我点开文档一看，洋洋洒洒一大篇，目光首先锁定在了字数上8000字。离个婚而已，居然写了8000字，有必要吗？不会都是控诉我的吧？可成功逃离婚姻围城的我心情正好，不想看这些杀风景的东西。抱着这个想法，我直接关闭了文档。等夜里回到酒店后，我先给陈律师发了一句感谢，然后回了一个文档过去。苏清玉收到文档后，那颗被吊起来的心终于松懈了几分。他带着满心期望点开，却直接愣住了。太长不看，以离勿扰。简简单单2行字，在他刚平下来的心湖中又掀起滔天巨浪。他的手指飞速点击着，又打了一长段话想要发过去，但一想起那句太长，他只能泄愤般的按着删除键，直至最后耐心终于耗尽，他闭上了疲惫的双眼。混乱的脑海里又开始闪现出那条视频的一幕幕。在我出走的第36个小时，苏清玉终于找到了自己被离婚的原因。原来我知道他和白浩辰之间的事情了吗？这个念头一出现，苏清玉的心跳就漏了几拍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袭上心间。他抱着头拼命回忆着，试图找出究竟是哪出了错漏。往事一件件涌现，最后停在了搬家那天。在他和白雨柔楼上楼下跑的时候，白浩辰和我似乎独处过一段时间，可倒退回去那天是离婚冷静期的第9天。就算我意外得知了些什么，也不会提前预判了。苏清玉彻夜难眠，一整晚他的脑海里都在回放着这些年的事情。如果说前10几年里他是在追逐着白浩辰，那么他结婚后这3年里，他就是在学会放下他。从白浩辰娶了他前妻那一刻起，他就决定以后只把他当成弟弟看待。婚后3年，他和白浩辰很少联系，只在偶尔的聚餐中见上一面。那些和许多人一起拍的合照，他通通都放进了那个相册里。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他学着放下那份执念，只是放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的事情。多年习惯使然，他的目光总会无意识地定格在白浩晨的身上，情绪也会不受控地因他波动。尤其是在得知他离婚后，他迫切地希望他能脱离苦海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，所以才如此尽心尽力帮助他。到底是曾真心爱过的人，就算清楚知道没有在一起的可能，也会希望他余生顺遂。可这一切都只是苏清玉心里的想法，他从没和任何人说起过。都说暗恋是一个人的心事，他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，却忘了我也暗恋着他，所以轻易的就能窥破他的想法。他却是在失去之后才明白自己早就露馅了。而真相大白时，他的愤怒也并不单单是因为被骗着离了婚，他气我问都不问就给他判了死刑，气我不告而别走得如此决然，气我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，也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异常，气自己为什么总是习惯性的忽视我，气自己没有担负起妻子的职责，更气自己没有早些看清我在他心中的位置。3年1000多个日夜的朝夕相处，他早已习惯我陪在他身边的生活，哪怕白浩晨离婚了，他也从没动过要离婚的念头，因为从拿到结婚证那天起，他就认定了一件事，他要和我携手走完这一生。我离开的第3天，苏清玉想尽办法还是联系不到我，时间不停流逝着，他心中的恐慌日渐浓重。这几天白浩晨找了他很多次，他全部都推掉了，所以等他找上门看到他憔悴不堪的模样时，吓了一大跳。白浩晨眼里满是担忧，青玉姐出什么事了？事到如今，再看见到白浩晨出现在眼前，苏清玉心中的情绪非常复杂，他已经把对他的爱意转换成了亲情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说出口。可在我因为误解了他们的关系而出走后，他不能再拖延下去，必须找机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。我最近一直在联系思年。白浩晨脸上浮现出了紧张。思年哥他怎么了？苏清玉愈发羞愧。他消失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白浩晨追问，为什么会突然消失？是因为离婚的事情吗？和他前妻有关系吗？苏清玉语气艰涩，是因为离婚的事情和前妻也有关系，更准确来说是和我有关系。白浩晨愈发不解地看着他，满脸的疑惑。苏清玉鼓起勇气坦白了，我就是思年的前妻，我和他3年前结婚了。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了白浩晨心上，他瞬间僵化在原地。原来那些曾引起他注意的第6感都不是错觉，他恍然大悟，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失声质问，你为什么要瞒着这对思年哥公平吗？苏清玉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心中那些复杂的情绪。这沉默却让白浩晨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，他回想起上一次和我交谈的内容，满心都是愧疚和懊悔。如果早知道思年哥的妻子就是苏清玉，他一定会把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全部掐灭，更不会在我面前提起这些。一想起自己成了加速我们婚姻关系破裂的加速剂，尽管是无意的，白浩晨还是觉得万分痛苦。你该说对不起的不是我，而是思年哥。苏清玉有些难过。我知道，可是他离婚后就消失了，我根本找不到他。一听到这，白浩晨就知道我是彻底死心，他心里越发难受。没有人比他更能理解我的感受。人不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要是你没有任何办法联系到思年哥，那只能证明你从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过。一句话戳开血淋淋的真相，让苏清玉心口生出绵密痛楚，他颓丧地垂下头。这3年是我对不起他，无视了他的付出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话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已趋近哽咽，白浩晨也终至无言。他默默转过身，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苏清玉心中的悲痛和悔意顿生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他的错，把2个无辜的人都搅了进来，他深感无言，追悔莫及。我离开的第7天，苏清玉已快被逼到了绝境，身后就是万丈深渊，退无可退的情况下，他反而清醒了过来。虽然离婚冷静期已经结束了，但手续还没有走完，想要办理离婚证，我还是得回来。想清楚这一点之后，颓废了很久的苏清玉重新振作了起来。他申请结束休假，回到律所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陈律师。陈律，麻烦你告诉他我同意离婚，让他回来办离婚证吧。陈律师听得唏嘘不已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通知傅先生一声，青玉你也别太难过。苏清玉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回到了办公室。他靠坐在椅子上，紧绷了许久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些许，脑海里还在计划着后续事宜。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打算离婚，之所以这么和陈律师说，不过是想先见我一面，只要我回了京北，他就有机会和我解释。我喜欢了他10年，只要把误会都说清楚，就还会有重来的机会吧。陈律师的消息发过来时，我正在海边晒日光浴。这1个多星期里，我游历了2、3个城市，已经把离婚这档子烦心事完全忘在脑后了。看见苏清玉同意离婚后，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丝疑惑，他这几天一直骚扰我，这么快就同意了，不会是又想了什么把戏想骗我吧？保险起见，我又向陈律师咨询了后续流程，得知还需要夫妻双方亲自去办理离婚证，不然就只能诉讼离婚。之后我无言以对，只是想离个婚罢了，为什么这么难啊？看来后续的旅行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戴上太阳镜，回到酒店开始收拾东西。第2天上午10点，我坐着飞机又回到了京北。季浩然已经在机场等待许久，在人群中一看到我就发出了惊呼：思年，你怎么晒黑了这么多？什么晒黑？这叫健康的小麦色。看见我能笑着说出这种话，一直担心我的季浩然放下了心。一路上我说起旅途的见闻，听得季浩然羡慕不已的同时，他也有些担心离婚的进程，便问了一句：苏清玉是真的同意离婚了吗？这一点我其实也不确定，但我这趟回来是下了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情的。我很是坚决的点了点头。冷静期都过了，他同不同意都不要紧，要是临时变卦还可以起诉，别担心。季浩然有些担忧，那要是打官司的话，岂不是又要拖很久？是啊，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，能早点解决最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从陈律师那得知我返京的消息后，苏清玉当即就要约我见面，但又被我无情拒绝了。他心里有些失望，但又没什么办法，只能静候着等我来找他。期间他把离婚协议书和财产分割协议仔仔细细看了无数遍，又比照着旧宅的布局买了很多东西。他抱着
抱着一丝我会原谅他的期待，试图复原原有的格局，抱着一丝我会原谅他的期待，试图复原原有的格局布置，想要让一切都重回正轨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9月末，他终于接到了陈律师的电话，我约他见面，可地点却是在民政局门口。苏清玉满心的期待瞬间扑空，但他还是赴约了。什么也没带，我看着他两手空空的过来，瞬间就明白同意离婚不过是他编造的一个谎言。但我早有预料，所以也没有那么生气，只是语气里带着不耐烦。同意离婚又什么都不带，这就是你的诚意吗？大半个月不见，一开口就是离婚嘛。苏清玉眼里闪过一丝黯然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试图找出一些难过悲伤的情绪，这样她才有信心能留住我。可我的脸色平静得如一潭湖水，神采奕奕，精神状态比离婚前要好上无数倍。原来这段时间里只有她一个人难过吗？苏清玉只觉得心头堵得快中10般，快要喘不过气了。我们可以聊聊吗？4年。我点头说可以。办完离婚证后，你想聊什么我都奉陪。一句话直接将苏清玉那点奢望彻底浇灭，她的嗓音变得无比沙哑。我没有带证件来，你陪我回去取好不好？我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。你自己去，我在这等你。见我不肯，苏清玉只能另找借口。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你存放的，我不知道在哪儿，可能要找很久。这一句说的倒是实话，但我总觉得他还留有后手。给季浩然发了条消息后才答应跟他回去，两个人各怀心思，他还留有后手。给季浩然发了条消息后才答应跟他回去，两个人各怀心思。苏清玉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上次两个人言笑晏晏回母校的场景，如果早知道那是离婚前最后一次见面，他绝对不会擅自离开的。他会陪着我一起回顾10年青春，然后告诉我真实的想法，把我留在身边的。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也没有时光机，他只能吞下自作孽的苦果。车厢里沉默了一会儿，苏清玉试着找了个话题：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声音依然冷淡，都离婚了，和你无关吧？简简单单2句话，又深深刺痛了苏清玉的心。她抿了抿唇，满眼失落。我们只是结束了离婚冷静期，还没有正式离婚。如果30天内没有完成相关程序的话，离婚申请就会作废的。我也猜到了苏清玉会拿这条规定威胁我，所以根本没有跳进她的逻辑里。我直接换了个话题。不劳苏律师给我科普新版婚姻法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又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拿离婚法来威胁我？难道你对我拟定的财产分割协议不满意吗？正好到红绿灯路口，苏清玉目光沉沉地看向我。没有不满意，如果你一定要离婚，让我净身出户都可以，我也没有打算威胁你，我只是有很多问题还没弄明白，不甘心罢了。从苏清玉嘴里听见不甘心这3个字，我脸上闪过一丝诧异。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离婚了不甘心，还是我抢先提出离婚不甘心？看着我脸上的疑惑神色，苏清玉苦笑了2声，清脆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都不是，4年，我不甘心被你误会，不甘心你一点机会也不给我，不甘心和你就此划清界限。苏清玉不明白为什么我之前那么喜欢他，现在除了和他商量离婚，其他的都不愿意。这一次轮到我沉默了，我不太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他不是暗恋白浩辰很多年吗？离婚后不是应该直接去追求他吗？为什么要拉着我在这说些有的没的？语气还这么暧昧。这沉默给了苏清玉袒露心意的机会。4年，我看完那个视频，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了。你是觉得我还喜欢浩辰是吗？我反问他，难道不是吗？一句反问又在苏清玉心头添上了几分愧疚，他带着12分诚恳和歉意。对不起，有些话我早该和你说清楚的，却一直拖延着，才让你误解了这么久，难过了这么久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而我心中只有赶紧结束这一切，没有耐心听他这些迟来的忏悔。你确实对不起我，所以要是你想补偿我，那不如赶紧答应离婚，只要拿到了离婚证，你犯的错我都能原谅。那些准备了许久的心里话，被这一句噎在了喉咙里。苏清玉眼底的伤怀之色愈发浓烈。可我不想离婚4年，我是在挽留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怔住了，皱着眉看了过去，还揉了揉眼睛，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苏清玉，怀疑他这话背后会不会又有什么陷阱。我皱了皱眉说，你为情所伤3年了都没有走出来，我一意孤行示好3年你都不为所动，那只能说明我和你这段婚姻本来就是一个草率而错误的决定。我之所以要离婚，也不过是为了纠正错误。现在白浩辰离婚了又对你有意思，你不是应该勇敢去追寻真爱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和我纠缠不休呢？苏清玉拼命摇头解释，因为从浩辰结婚那天起，我就决定只把他当弟弟看待。在我的视角里，我们的婚姻不是错误，也从来不草率。我是真心实意想和你共度一生的。认识苏清玉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么郑重其事、近乎于告白的话。但我已经从那个长达10年的幻梦里清醒了，也不会再被这3言2语打动。我合上眼，避开他那道灼热的视线，语气冷静而犀利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反倒愈发坚定。我会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。4年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车已经驶入了地库停稳，我声音里带着一丝听厌了的敷衍。把离婚证交到我手上，你想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。说完，我直接走到了电梯口，话题兜兜证明就怎么证明。说完，我直接走到了电梯口，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离婚上。苏清玉彻底明白我是打定主意要离，他沉默只能跟在我的身后。上楼按下密码后，叮咚一声，房门打开了。我低着头走进去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换鞋。鞋柜里一双蓝色的拖鞋吸引了我的视线，这双鞋和我在老宅常穿的那双一模一样，但我清楚记得这双鞋在我走的那天就被扔进垃圾桶里，为什么这儿会有一双同款？我疑惑地抬起头，看清房间里的布局后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从窗帘到茶杯，从柜子到客厅上的婚纱照，除了房间大小不同，所有陈设都1比1复制老宅。看着这宛如时空错乱的场景，我终于忍不住开口：你为什么要把房子里装修成这样？又是从哪买来的这些同款？
苏清玉跟着我环顾了一圈，语气里满是怀念。我一直以为你会和我搬来开启新生活，却没想到你早就打算离开，还要把我丢在这。如果不把房子装修成这个样子，我会觉得我彻彻底底没家了。至于这些东西，其实也不难找，只是要多花费些心思罢了。如果不是过去的那些记忆太深刻，我兴许还真会生出一些抛弃他的愧疚感。现在的我已经懒得再和他演这出深情戏码，也懒得换鞋长腿一伸就走了进去。挺好的，这样我翻起来也方便，早点拿到材料，早点离很省事。重逢后我说的每句话都戳往苏清玉的心窝子。拿到材料，早点离很省事。重逢后我说的每句话都戳往苏清玉的心窝子。他也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我并不是天生温和，反而是个说话句句带刺的性格。我把真实的自我伪装了起来，不过是为了能走进他的世界里。那么为了维持这段形同虚设的婚姻，在这3年里我忍受的忽视和冷落，我藏起来的委屈和痛苦，怕是要比他设想的还要多上100倍。我违背本性迁就他，而他却把我所有的付出都当成了理所当然。这一刻真相犹如尖刀插入了苏清玉的心，只花了10分钟我就把所有材料都翻出来了。清点确认无误后，我拿着文件袋走出来，看见苏清玉倒在门口后，不禁眯起了眼睛。他这又是在演哪一出？不会是打算装病拖延离婚日期吧？走到他身前后，我心中十分警觉，语气里带着怀疑。身体不舒服吗？这句话并不是关心，而是质疑。苏清玉自然能分辨出来，他摇了摇头，撑着门站起来，勉强向我挤出一个微笑。没事，走吧。看见他开门后，我这才放下戒备跟了上去。去民政局的路上，我们都没有再说话。为了赶时间，我一下车就主动拉起他的手，和他一起急匆匆跑上了楼。苏清玉记得结婚那天，大概是怕他反悔，我也是这么急不可耐。那时他的心情算不上好，但看见男人着急的样子后，却忍不住笑出声，对结婚的恐惧也减轻了几分。谁能想到3年后，我们再次踏入这个地方是为了离婚呢？看着四周成群结队准备离婚的夫妻，他突然觉得离婚好像也算不得什么。既然4年说他们的婚姻是错误的，那就结束吧。只有让错误在这里停止，他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办完手续正好是5点下班时间，看着崭新的红本本，我如释重负。再看苏清玉都觉得顺眼了几分。我活动了下手腕，语气轻快极了。好了，谢谢你这几年的关照，咱们两清啊，拜拜。说完我提步就要走，却被他拉住了手腕。苏清玉无比坚定地反问：谁说两清了？我看了看手里的离婚证，又看向他的脸色，对他此刻底气十足的神情深表怀疑。法律都判定我们离婚了，这还没有两清？苏清玉更加坚定地说：是法律关系上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，但我们曾经是老同学的关系，这一点并不会因此改变。我气笑了。那我就要提醒你，上学时我们的关系算不上亲密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深交下去的感情。苏清玉并没有否认这一点。不错，我那时候对你确实不热络，谁让你总是缠着我不放呢？我还是第一次听他主动说起那些旧事，还是在离婚后这么尴尬的节点上。我神情变得不自然起来，却冷声道：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提这茬有意思吗？苏清玉笑了笑：是没什么意思，那我们说点最近的事吧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正想问个明白，苏清玉淡然开口打断我的话：不是说离婚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离婚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我想和你聊什么你都奉陪吗？我含笑的嘴角轻颤了几下，我好像的确说过这话，但天地明鉴，我只是为了逼他早点离婚，绝对没有想和他继续深聊的想法。谁会想在离婚之后还和前妻尬聊啊？不都是拉着好朋友喝酒庆祝新生吗？虽说我一向言而有信，但在这美好的时刻，我不想影响自己的心情，便找了个理由。我是说过这话，但我没说现在就要聊吧，下次吧，等我有空再说。苏清玉没有松手，反倒更加不依不饶。你上次拿离婚协议骗我签字后一声不吭消失，经过这种事情，我很难再相信你说的话，尤其是你还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换了。要是你离开后又跑了呢？我该怎么找你兑现承诺？许是有律师身份的加持，看着他义正言辞的模样，我莫名心虚。苏清玉敏锐窥见了我细微的表情变化，他继续施展怀柔战术。你要和我离婚，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答应了你。中途拖延了点时间，但结果还是如了你意。我这么尊重你的意愿，也没追究过你骗我的事。我只是想和你敞开心扉，好好聊聊。你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4年同学，3年夫妻，你真要这么绝情吗？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有些得意忘形，把之前坚决贯彻的心狠态度都忘了个干净。而苏清玉在我面前这么低声下气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不免心软了几分，主动拿出手机。那好吧，我把联系方式给你，不过你不许像前几天那样发消息打扰我，说话也要客气一点。至于见面，等后面协商好时间再说吧。苏清玉怕我反应过来，光速加上了好友，然后才松手跟在我身后下了楼，一路上还不停念叨着：那你也要信守承诺，答应我，不许拉黑我，不许删除我，也不许不回我消息。我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，语气又不耐烦了起来。你只要恪守同学本分，不做出任何逾越底线的事情，我保证不删你。有了这句保证，苏清玉才彻底放下心。回到季浩然家后，我一推开门，2声口号把我吓得一激灵。我看着桌上的红酒蛋糕，不禁眼眶一热。季浩然连忙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：今天咱要一醉方休，纪念致幸福的一天。我压抑了许久的情绪，在这一刻总算真正得到了释放。什么一醉方休，你又喝不过我？季浩然笑着拍了拍我：结婚3年滴酒未沾的人还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谁喝不过谁。来，今天我非得让你明白什么叫宝刀未老。
宿醉后我一觉睡到了下午，季浩然已经去上班了。简单吃了顿午饭后，我便出了门，在楼下水果店提了个果篮，我直接打车去了律所和陈律师见了面。这2个月里，在楼下水果店提了个果篮，我直接打车去了律所和陈律师见了面。这2个月里，陈律师为我的事费了很多心思，还秉公守法保障了我的信息安全，做中间人传了很多话，因为有了他我才能顺利离婚。他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律师的职责，我总觉得给他添了很多麻烦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便打算亲自上门道谢。在得知我和苏清玉已经领了离婚证后，陈律师脸上浮现出遗憾的表情。妹夫，你当时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对陈律师我是真心感到抱歉，一边道歉一边还不忘纠正他的口误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你叫妹夫其实不合适。陈律师，你要是不介意叫我思年就好。我其实没想瞒着你的，只是你也知道我和他是隐婚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才没有告知你这件事。他没有再追问这件事，反倒说这都是清玉的错，他不该瞒着我们的。听说你们是老同学，就这么仓促离婚了，只怕心里的结都没有解开吧？以后你们是真的不打算往来了吗？这个问题问到了我的心坎上。在昨天之前，我确实打算和苏清玉断绝往来，但看他那架势，我又觉得很难彻底了断。先不说有一层同学关系，光是离婚后我又该怎么和父母交代清楚，我有些头疼。以我爸妈的脾气，怕是要亲自去找苏清玉，估计还要闹一闹才会善罢甘休。看来老死不相往来的打算，也只能等一切都收尾后才能实现了。我和他在一起3年，没吵过架，红过脸，就连离婚也离得挺顺利的。其实也算不上怨偶，只是回不到从前。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其实不好说，可能会有联系，也可能一别两宽。见我话没有说绝，陈律师心里也生出一丝庆幸，应该还有转圜的余地吧。陈律师心里没底，但为了苏清玉的后半生，他还是尽量帮衬着说了几句好话。我们2个人又寒暄了几句后，我便起身告辞了。陈律师替我开门，却见苏清玉突然出现，他吓了一跳，捂着心脏拍个不停。你躲在我办公室外面干什么？苏清玉越过他，看向了里面的我，眼神直勾勾的。陈律师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让开身位把我请出去，然后火速关上了门。我也被苏清玉吓了一跳。我来之前是特意问过陈律师，知道苏清玉今天休假我才会过来，谁成想他从哪收到小道消息，竟又跑了过来。我接下来还有2场酒局，更不想在这儿和苏清玉拉拉扯扯，于是一刻也没有犹豫，直接下了楼。一出门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暴雨，街道上水深都到了膝盖，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我都呆住了。我拿出手机想打车，但呼叫了10分钟都没有车接单，而雨越下越大，似乎不准备停下来。天气预报也说要到晚上7、8点才停雨，难道我要在这儿等上6个小时吗？我一回头就看见苏清玉站在门口，她满眼关切地看过来问我需要帮忙吗？我只当没听见，也没接话。苏清玉也不觉得尬，反倒自顾自说了下去。上一次下这么大的雨还是1年前吧，那天我们都在家休息，你说要亲自下厨做个蛋糕。他的声音混合着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将一些埋藏在时光中的旧事娓娓道来。无处可去的我只能被迫听着他追忆往昔，从他嘴里说出的回忆都是美好有趣的，可在我听来只剩下人走茶凉的荒芜感。我终于忍不住出声打断他的话，既然这么闲，把你车开来赚点外快吧。苏清玉达成目的后把我请上了车，为了避免被打扰，一上车我就闭目养神。苏清玉没有再和我怀念当初，只要看见我坐在身边，他的心就慢慢安定了下来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我从钱包里拿出100块递过去，辛苦你了，不用找了。苏清玉也没有推脱，她笑眯眯地接了过去，很乐意为您服务，之后有出行需求可以联系我。我懒得和她多费口舌，正打算推开车门，却被她叫住了。浩辰想要你的联系方式可以吗？听见这名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一下子想起自己之前偷偷加他的事，但我很快反应过来那账号已经注销了。我放下心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验证消息发过来后，我很快通过了它。看着屏幕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我心里不可控制地打起了鼓。白浩辰为什么突然想联系我？我正猜测着，一条消息就发了过来。4年哥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见面聊聊。打了这么久的字就这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见面聊聊。打了这么久的字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却不知道要怎么回复他。面对白浩辰，我的情绪是复杂的。离婚前我们算得上是情敌，但我也明白我们之间不是对立的。问题的根源都在苏清玉身上。那时候的我对白浩辰是嫉妒的，我不想和他走得太近，也不想和他起任何冲突。而在离婚后，我们不过是见过几面的泛泛之交，按理来说我应该礼貌拒绝的，毕竟我们唯一算得上的牵扯也被斩断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想要赴约，我想听听他到底想聊些什么话题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我还是答应了。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，我很快在咖啡厅里见到了白浩辰，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1个月不见，他好像憔悴了一些，精神气色也都大不如前。对于他的变化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客气的同他打了招呼。我们2个人本就是不太熟的人，此时此刻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最后还是白浩辰率先打破了沉默。4年哥，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和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面对他这真诚的歉意，我脸上闪过诧异，连忙摆摆手说，我们之间又没有发生过什么，你不用道歉的。听见我这么大度，一点也不计较，白浩辰眼底的愧疚越发浓烈。那天我不知道你和青玉姐结婚了，说了很多胡话，也伤了你的心，真的对不起。听完我心中瞬间掀起些波澜，原来是为了这点小事。我看向他的眼神带上了些暖色，是我先瞒着你的。掀起些波澜，原来是为了这点小事。我看向他的眼神带上了些暖色，是我先瞒着你的，你只是说了心里话而已。对于这种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况且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，你的那些话反而让我更坚定了信心。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，不然我还没办法这么快走出来呢。白浩辰知道我这些话是在安慰他，但他始终跨不过心里那道坎，于是更加愧疚地说，事情走到现在这步，我和青玉姐都有责任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见他执意要把责任往身上揽，我一时之间不
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陷进内疚中的白浩辰渐渐激动起来。4年哥，我其实还想告诉你，我和青玉姐已经说开了，以后我和她也只是姐弟关系，你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？这突然调转的话题让我直接愣住。他们不是两情相悦吗？怎么一个个的都开始劝起我复合来了？这个疑惑在我心头萦绕了很久。这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啊？白浩辰低头说道。青玉姐喜欢我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了，但我只把她当姐姐，就一直装作不知情。后来我和初恋女友结婚了，但她后面出轨被我发现后，我很是崩溃。是青玉姐帮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时间。我不知道她结婚了，以为她还喜欢我，所以就被她打动了。但慢慢的我能感觉到她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她看我的眼神是对异性的心动，可等我离婚之后，她虽然很热心的帮我，但我总觉得她待我和亲弟弟差不多。那天我们不是聊了很多吗？最后我之所以问你青玉姐对我的看法，其实也只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，我分不清她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。但听完你的话后，我以为我之前的感觉是错的，这才有了想和她在一起的想法。但你离婚后消失了，我去找她的时候才得知了真相。那时我真的非常愧疚，毕竟我的婚姻也是被第三者插足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竟然破坏了青玉姐的婚姻。不管她是怎么想的，我和她的故事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停止到朋友层面。后来再看见青玉姐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，我从她眼里看见了她当初喜欢我的感觉，这才明白原来我之前的第六感是对的。她确实不喜欢我了，也有了新的家庭，她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霾，开启了新生。本来这一切应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却被我这个变数改变了故事走向。4年哥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愧疚呢？听到最后，我的心上顿时掀起了风浪。我没想到从白浩辰的视角来看，这个故事居然会是这么截然不同。虽有震惊，但我并不觉得这些就是事实。毕竟爱情一世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如果苏清玉真的喜欢我，我会一点都察觉不到吗？所以面对白浩辰苦口婆心的劝慰和解释，我沉默了一会才回应：无论他对你的感情究竟是爱情还是亲情或是友情，在我看来都比对我这个前夫要深沉。我之所以要和他离婚，也不全然是因为你，还有从前大大小小各种事情的积累，让我看清了婚姻的本质，才彻底失望了。看着我平静地道出事实，白浩辰也深有感触，那些还说出口的劝告也止于唇齿。我们两个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我看着他轻叹了口气。这件事说到底都是我和苏清玉的私事，你是无辜的，本就不该被牵涉其中。现在我和他离婚已经成了既定事实，我这个当局者都能释怀走出来，你这个旁观者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？放下一切，过好属于你的人生吧。你和我都还来得及重新开始。这场谈话虽然结束了，但白浩辰的心中却久久未能平复。他一个人缓了很久才读懂我话里的意思。刹那间，那些堆积在他心头的黑云都散去了。他起身走到隔壁的包厢，推开了门。房间里安静极了。看着靠在椅背上沉默不语的苏清玉，他轻轻唤了一声：“青玉姐，你还好吗？”方才的对话一字不漏传入了苏清玉的耳中。他并不好，但在白浩辰面前还是收起了所有情绪，故作镇定地回道：“我没事。”声音里带着轻微的颤动。白浩辰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低下头坐在他对面，想了很久才找出几句安慰的话。4年哥的心情我能体会，虽然不知道你们在一起这3年发生过什么，但想来应该让他很不舒服，所以他才想结束这一切，重新开始。青玉姐，既然他放下过去，那你也别再纠结了。白浩辰说的道理，苏清玉又何尝不清楚？他也不想让白浩辰再为他烦忧，便岔开了话题，说要送他回去。临别之际，白浩辰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青玉姐，你能放下4年哥吗？”苏清玉想了想，能吗？不能吧。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感伤的笑容，声音里却带着一丝坚定。4年追了我10年，我虽嫁给了他，却从没好好对待过他，所以失去他不过是我应得的惩罚。3年相处里，他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不可或缺，我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不管4年是讨厌我还是恨我，我都想再试一试，无论结局，只听从本心。白浩辰没有再劝，只露出一个真心的笑。青玉姐，谢谢你这些年的关照，也祝你最后能得偿所愿。和所有朋友一一道别后，我收拾起行李，准备继续完成那趟未完成的环游之旅。季浩然送我到机场，嘴巴一直念叨：出去玩记得万事小心，有什么事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碰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记得拍照发给我，要是玩累了想休息又找不到落脚的，就直接好玩的好看的记得拍照发给我，要是玩累了想休息又找不到落脚的，就直接回来找我，反正我家里的密码你都知道。听着他絮絮叨叨，我满脸都是无奈。我好笑的看着他，我是去旅游，又不是去外地定居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多愁善感？简单几句话就破坏了离别的气氛。季浩然忍不住嗤笑：你的好兄弟也只是担心你又玩疯了，上次发个消息几天不回，那我不要多嘱咐几句吗？我开玩笑的反驳：都解释了几百次了，我用1年回复你了，怎么你还揪着这些事情不放？我们两个人像小朋友一样吵了几句，眼看着要登机了，这才依依惜别。我背着包过了安检，还在飞机上找位置，季浩然的消息就发了过来：我刚刚看到一个人，背影好像苏清玉。这一句话成功让我升起了戒备，我下意识环顾了几圈，没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后才微微放心。你看错了吧？
季浩然却回我，极有可能就是他，你千万小心。我半信半疑着，毕竟我的行程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，苏清玉怎么可能知道呢？但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给陈律师发了条消息询问。陈律师很快回我，青玉前天递了辞呈，我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看见这条消息时，我就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苏清玉竟然辞职了，那季浩然刚刚看见的人不会真是他吧？我还在揣测着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直接揭开了谜底。这位先生，麻烦让一让。听到这声音的瞬间，我就僵住了，我一脸麻木的转过身，就看见了苏清玉正站在我身后，她装出一脸惊讶的样子，打起招呼。4年好巧啊！至于事情是不是真的巧，我们两个人心里都门清，我也懒得陪他演戏，眉头紧抿。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趟飞机上？他和从前一样，脸不红心不跳，撒气火。当然是出差啊！但我直接揭穿了他。你不是辞职了吗？苏清玉并没有露出谎言被戳破的羞愧，反而满眼意外，语气里都带着惊喜。我刚离职你就知道了，4年你这么关心我吗？我无言以对，放弃交流，回到了位置上。谁成想苏清玉也跟着坐了下来，还在我质疑的眼神中挥了挥机票。4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是邻座。我一下子生气起来。你是在跟踪我吧，顾大律师？他理直气壮地回，这是违法行为，请拿出我跟踪的证据，不然你就是造谣。我自然拿不出证据，只能试图以理服人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各自安好不行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缠着我？看着我激动的样子，苏清玉知道我应该是生气了，她心情瞬间低落，看着我说，你答应过我要好好聊聊的，可你一句话也没说又要离开，我只是担心你又消失了。我无语望苍天，深吸了口气，转头看他，一本正经和颜悦色地说，好，你想聊些什么？现在就聊吧，我乐意奉陪。苏清玉问出那个他不得其解的问题。奉陪。苏清玉问出那个他不得其解的问题。你是看到了那个相册才决定离婚的吗？我没有犹豫，很诚实地回答了他。是也不是，这个念头很早就有了，相册也只是引燃物罢了。就算没有看到相册之后的某天，我忍受不了后也会提出离婚的。我这笃定的语气让苏清玉心中又生出愧疚。我做的不够好，你对我有这么多不满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瞥了他一眼，语气风轻云淡。你不也没告诉我你喜欢白浩辰吗？我只是模仿你选择了沉默罢了。见我到现在还在误会，苏清玉急着解释了起来。我是喜欢过他，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结婚后我再慢慢放下。4年，我想好好和你一起过日子。我不太想听他这些无力苍白的话，直接打断了他。我不关心你是什么时候放下他的，也不关心你对我究竟有没有真心，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想再为不值得的事情耗费心神，你能够听懂我的意思吗？看着我坚决的双眼，苏清玉只能咽回那些准备了很久的解释，他眼底只剩下深深的无奈和黯然。我根本不关心他现在是什么心情，我只庆幸世界又安静了下来，拿出耳机和眼罩戴上，准备好好休息。飞机划过京北上空，在云巅上翱翔着，机舱里安静下来。2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江城机场，我推着行李正要上车，瞥见苏清玉又站在身后。降落在江城机场，我推着行李正要上车，瞥见苏清玉又站在身后。我转过头，语气冷漠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你还要缠着我吗？他平静看我，也不算说清楚了，只不过是把结婚后的事情一笔勾销了。可再往前那7年和往后余生，我们还有的聊，不是吗？我再次无语，声音寒怒，不就是我暗恋了你7年，和离婚后各走各的余生吗？到底还有什么好聊的？苏清玉静静地看着我，明明2个人之间经历了这么多事，可现在再看到我，他脑海里浮现出的还是我第一次和他告白时的场景。那时的他婉言拒绝了我的爱意，他以为他和我之间的故事会到此为止，谁曾想这个故事持续了10年还没有大结局。只不过这一次换他来追我的脚步，他坚定看我，告诉我，过去已成定局，可未来是不确定的。4年，你不要这么早就下定论。时隔10年之久，我在听见这句话直接愣在了原地。我抬起头看着他站在我身前的模样，唤起我脑海里的记忆。夜幕时分，苏大的广场上，我在图书馆门前拦住了苏清玉，好不容易红着脸鼓起勇气告白，不出意外的收获了一句谢谢。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挫败和懊恼，忍不住抓了抓头发，却听到一声轻笑。我抬头就看见了他唇角的浅笑。那时的我怀着满腔热情和倔强，误以为他这是在嘲笑，因此很认真地告诉了他一句话，现在你是还没喜欢上我，可未来是不确定的。顾同是在嘲笑，因此很认真地告诉了他一句话，现在你是还没喜欢上我，可未来是不确定的。顾同学，不要这么早就下定论。谁也没想到兜兜转转多年后，这句话会穿过时空再次落到我耳畔。只是2个人的角色已然调转。10月的江城气温慢慢降下来，秋风拂来吹散了满身的疲惫。我一边翻着入住信息，一边慢慢往酒店里走。结果刚到前台又和苏清玉迎头碰上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直接问他，1次2次是巧合，到了第3次别告诉我又是巧合。面对我愤怒的指控，苏清玉面不改色，巧合也分天意和人为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只要能碰上，不都需要运气吗？可能我就是运气好，和你有缘呢。我提起精神，如果我们真的有缘分，会走到离婚这个地步吗？苏清玉，你不要睁着眼说瞎话。苏清玉依旧面不改色，平静说，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缘分就是从离婚后才开始的？他说的有模有样，但我只觉得他在信口雌黄，忍不住嘲讽了2句。那我还说我们的缘分在离婚那天就用尽了呢，现在都是孽缘。苏清玉很是赞成地点了点头，也算是孽缘吧，但那也没什么不好。如果不是你7年前一直制造各种偶遇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就不会把你当做结婚的第一选择，也不会产生这么多纠葛缠绵到了今天。既然你觉得从前你求来的孽缘都耗尽了，那我很乐意学习你从前持之以恒的精神，重新续起我们之间的缘分。在我看来，我追了苏清玉4年这件事，放到今天简直就像案底留在我的人生档案。尤其是听他本人说起这些事，我很难不恼羞成怒。你就只会翻旧账吗？他却回我，我还会制造各
各种偶遇呢。我快要被他这油盐不进的态度气笑了。我是做错了什么要被你缠上？苏清玉目光沉沉地看向我，眼里满是复杂的情绪。你错在10年前不该招惹我。我难得赞同了他一次，我握了握拳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并尝试和他交流。那你究竟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他听了却依旧狡辩。我不是故意缠着你的，一切都是缘分使然。为什么你不信我呢？见他还在拿这些话做挡箭牌，我彻底没耐心了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我咬着牙齿回他：好，你喜欢说缘分是吧？那我们就赌一把，看看究竟是不是天意。苏清玉目光一凝，语气里出现些疑惑。赌什么？我看了看时间，语速极快地说：我们都不带手机，只拿100块零钱，坐上酒店门口2辆反方向的公交，只要在晚上12点之前你找到我，那我就信我们之间是有缘分的。苏清玉听完问我：那我要是找到你有什么奖励？又或者没找到你有什么惩罚吗？我就等他问这一句，我说：没找到你有什么惩罚吗？我就等他问这一句，我说：奖励和惩罚一样，失败的一方答应另一方一个要求，并严格执行就好。苏清玉了然地点了点头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他直接把要求提了出来。如果我赢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重新交往你的机会。没听到复婚2个字，我松了口气，但很快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我一脸怀疑地看向他。你这么笃定你能赢？苏清玉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把手机递到了我手里，用转身的举动告诉了我答案。我震惊，不先问问我的要求吗？背对着我的苏清玉举起手挥了挥。我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他胜券在握，志在必得。江城的最后一班公交到9点截止，苏清玉直接坐到了终点站后下车，坐在长椅上，他眺望着远处的霓虹灯光。对面写字楼在1个小时里变换了3000次灯光，如果没有数错的话，等到跳到5000次时，他站起身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酒店。临走前，他看见我手里的房卡，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508。走进电梯后，他直接按下了15楼。已经深夜，整栋楼层都空无声音。他走到8号门口，靠在墙边，静静地等着凌晨10分的来临。时针越向12靠近，他的心就跳得越快。对于这个赌，他其实没有10分把握。他相信缘分未尽，所以凭着本能回到这里。11点59分，电梯口传来叮咚的开门声。他站直身体，垂下双手，回身看去，正好迎上一道震惊的目光。